虽然风兰前辈的实力乃造化，但到时候抢夺创世神火时，我也会全力以赴。萧炎念念有词，一股无所畏惧的姿态写满在了脸上。不朽神族长看着萧炎勇者无畏的样子，倒是有些欣赏了起来。虽然他的身份是不朽神族的神族长，可是却也不是喜欢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看待任何人。而且如今的大宙并非很和平，暗黑魔物邪灵都在蠢蠢欲动，所以不朽神族长也很需要这些天赋绝佳的天命之子。很好，有气魄。创世神火的消息已出，我想现在已经有不少大能者已经进入到神藏深处的造化天脉。造化天脉，仅仅一听到这4个大字，就有一股非常强烈与震撼的感觉冲击他们的心头上。这么说，创世神火将会在那造化天脉中降临。此时周边那些神奇强者一听到创世神火会出现在造化天脉，立马消失不见的踪影，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着，甚至直接放弃了寻找一些大道机缘和神器的机会。因为创世神火对于他们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即便获得创世神火的几率很低很低，他们都像是失了控一般，也会拼尽自己的一切。不朽神族的一位神长老见到刚刚那些神奇还在这里看戏，结果现在却全部消失，脸上带着一丝嘲讽之意道：这些下界的神奇还真是有意思，明知道自己的实力还硬要挤进这高端局，这简直就是愚蠢至极，简直就是找死。不过这位不朽神长老所说的也并不无道理，可在面对创世神火的诱惑比起来，死亡就不再那么恐惧了。因为一旦夺得创世神火本源，自身的实力那是绝对的一次质的飞升，甚至不仅可以让大道主神登临造化，就连9重天位神和半道神也都可以一举登临造化。当然前提是能够承受创世神火本源的力量，不然那后果将会是神体神魂全部灰飞烟灭，彻底的被创世本源焚烧殆尽，不带残留。风兰前辈，那么我们就造化天脉见。萧炎沐尘对着不朽神族长和身后的那些不朽神长老拱手示意道。不朽神族长也点点头，美眸紧盯着萧炎和沐尘，语气缓和地提醒了一句：造化天脉的危机也是四面起伏，遇到了其他7大神族的神灵大能者，你们还是先行避开，特别是小心先天神族的神灵。先天神族这4个大字入耳，萧炎和沐尘以及吞吞他们神色也是一变，因为这4个字他们很熟悉，当年天元界就是差点在先天神的手中毁灭，要不是萧炎、沐尘他们几人的力挽狂澜，天元界或许早已经被先天神统治。吞吞前辈，当年先天神的身份是不是与这先天神族有所关系？萧炎的目光看向不远处的吞吞沉声道。虽然他们的名字一样，但也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当年的先天神与先天神族有关，但在吞吞的经验来看，先天神和先天神族的关系应该也是8、9不离十，存在着一定关系。我觉得不管是当年的圣神，还是入侵大千世界的天邪神，以及最后卷土重来的先天神，基本上和这先天神族有着关系，说不定就是先天神族的神族后裔。当年圣神没有任何的背景，出现于天元界之中，我们只知道它是以一种先天神灵的形态诞生，后来给天元界造成了极大的毁灭。而且刚刚不朽神族长也说过要小心先天神族，说明这先天神族并非与其他神族战成一线。当年的先天神如此邪恶，那么先天神族的神灵应该也不是什么好神灵。但也不应该啊，当年不是7大神族站在对抗暗黑魔物邪灵的最前线吗？萧炎、沐尘他们再次陷入了疑惑之中。旋即萧炎带着疑惑问朝着不朽神族长问道：先天神族也是7大神族之一，难道有问题吗？我也不好说，这也是我的一种直觉，先天神族似乎给我一种不好的感觉，只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先天神族有问题，但我与你们也算是很投缘，所以提前告知你们，遇到先天神族还是要小心一些。好，风兰前辈的话我们会铭记在心。萧炎和沐尘2人对不朽神族长的提醒已经记在了心里，因为对方与自己也算是首次见面，但不知道为何不朽神族给他们的感觉非常的亲切，并不会像其他神族那般用居高临下的神族姿态来看待事物，所以就从这一点，萧炎和沐尘对不朽神族也有了一定的好感，但也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信任不朽神族，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大宙中，任何人都会带来危险，更何况还是来自神界域世界的神族，对自己保留一些还是要有的。那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又见面的。不朽神族长丢下这一句话后，不朽神族的数十位神灵大能的周身，空间仿佛被无形的恐怖力量撕扯，不朽神族长和神族长老们缓缓踏出一步，一闪即逝。萧炎和沐尘的目光紧紧跟随，对方却已经彻底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中，他们才深吸一口气，转身面对神元宫的几位。此时
运势盘龙则是看向了萧炎、沐尘二人，当即说出自己的提议。他的声音在这虚无的空间中回荡，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萧炎兄弟，沐尘兄弟，接下来的造化天脉一行，我们一起联手吧，团结可使力量倍增，共同面对未知的风险。当然，得到的机缘宝物，看自身的机缘归属如何。闻言，萧炎和沐尘的目光坚定地看着运势盘龙，能够从对方眼中看到对即将到来更大挑战的决心。好，我们能够和神元宫的盘龙前辈和3位主母联手合作，也是小辈萧炎、沐尘的荣幸。萧炎、沐尘也很爽快地微微点头答应了下来。毕竟在造化天脉的深处，危机四伏，强敌大能环伺，这是一场关乎造化的征途。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有神元宫副公主运势盘龙这样的大道主神者联手对敌，无疑增加了整体的底蕴和战斗力，这无疑对他们彼此来说都是有益的。萧炎兄弟，上一次与你联手闯上古圣地，这次我们也又终于可以再一次联手闯造化天脉了。小龙立马一脸开怀大笑起来，似乎这一次看好了萧炎和沐尘的实力。萧炎、沐尘两位弟弟，这一次就需要让你们来保护我喽。雨涵也是做了一个俏皮的表情，笑了笑。萧炎和沐尘被雨涵的这一个表情弄得无奈的一笑，紧接着夭夭开口道：造化天脉之中，大能者诸多，怕是将会遇到更多来自神界域的那些神族神灵了，我们务必要小心一些。众人点点头，最后在运势盘龙的带领下，一行人踏上了前往神藏深处的征途。萧炎和沐尘紧随其后，他们的身影在陨石星群间飞速穿梭，速度之快，让人只能看到一道道残影，宛如穿梭于浩瀚苍穹的流星。他们的身影在陨石星群间飞速掠过，留下一道道光轨。萧炎与沐尘紧随其后，两人的眼神坚定，身躯在星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芒。他们的步伐虽快，但每一步都踏得沉重而有力，仿佛能够将这片星空也踩在脚下。时间仿佛在这浩瀚小宇宙中失去了意义，他们穿越了一颗又一颗星球，一道又一道不同形状的陨石星群，最终在那神藏深处的真面目如画卷般缓缓展开在众人眼前。此刻在他们的眼前，绚丽的光辉凝聚成一团耀眼的星云团，其中心悬浮着一颗无法用巨大无比来形态的超恒星。因为它本身没有边缘，它的光芒耀眼至极，仿佛连时间和空间都要在这光辉下屈服。散发出的光芒几乎刺穿了众人的视线，那光芒里蕴藏着无尽浩瀚的能量，令人只需靠近一分便感到目眩神迷。众人凝视着没有边缘绚丽的超恒星，心中充满了敬畏与震撼。它那庞大的体积让人无法直视，更难以想象其边缘究竟在何方。此刻众人的情绪被深深触动，他们的目光坚定而炽热，对于这颗没有边缘的超恒星充满了期待与好奇。就连运势盘龙的脸上也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他的身体仿佛在这一刻焕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而萧炎和沐尘则是紧紧握拳，他们能感受到这颗没有边缘的超恒星中所散发出来的微妙又浩瀚无尽的能量波动，仿佛整个神藏中的能量似乎都是由这颗超恒星爆发孕育出来的一般。甚至换一句话说，这一颗没有边缘的超恒星才是神藏最核心之物，外面的那些无数星球的面积加起来在这颗超恒星大，可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而且那些星球的所有能量整合一起，也都没有这颗超恒星1/10的能量庞大。这就是目前众人对这颗没有边缘超恒星的震撼评价。这就是神藏最深处吗？哇，真是给人一种非常真实又虚假的画面感受。这画面简直只有在我的梦中出现，没想到在现实中还真的存在。雨涵一脸惊呆的模样，张开自己那樱桃小嘴，仿佛是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那种兴奋激动和不敢置信眼前的场景。这颗超恒星，不应该称之为浩瀚超恒星，这种超恒星也是我第一次所见，其中的能量至少占整个神藏的70%。小拢虽然见识也很广，可是他也没有见过，甚至没有想过还有这样的一个超恒星存在。而且从外表看似是超恒星的耀眼，但是却没有太阳光那般炙热，似乎并没有任何的温度，也没有极寒的温度，一切就好像是最佳平衡的状态。也就是在这样平衡的状态下，散发着一股浩瀚无比的能量，这股能量一旦爆炸，整个神藏都将会面临毁灭，在神藏中的任何万物都会随之消失，即便是大道主神，甚至是造化主神都毫无生还的可能。好恐怖的浩瀚能量，难道说这才是真正的神藏吗？萧炎和沐尘皆是面露骇然之色，他从未感受到如此庞大的浩瀚能量波动，就仿佛他们这些主神大能者在这浩瀚能量的前面简直就是沧海一粟。